你敢相信吗？在中国，存在银行里的钱竟然会不翼而飞。在中国经济动荡的漩涡中，又一起惊天骗局浮出水面，震惊了整个金融界。这一次，受害者不是普通的储户，而是一家管理着数十亿资金的私募基金公司。他们的遭遇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危机。2024年7月，优策投资的管理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他们发现，存放在长安银行的12.52亿元人民币，如同人间蒸发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笔巨款是通过优策长实、优策长秀和优策月盈3号3只产品筹集而来，原本应该安全地存放在长安银行宝鸡金陵支行和宝鸡科技支行的私募基金专户中。然而，当他们满怀期待地打开账户余额时，眼前的数字让他们瞬间石化，仅剩8.6万元。这个数字简直像是对他们的嘲讽。12亿元与8.6万元的巨大反差，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是一个荒诞的恶作剧。回溯这场悲剧的源头，要追溯到2019年4月。当时，优策投资怀着美好的憧憬，与长安银行签订了协议存款合同。他们将3只产品的募集资金存入银行，憧憬着未来的丰厚回报。从2019年到2023年，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23年的年报显示，银行协议存款的金额高达12.52亿元。这个数字让投资者们感到欣慰，仿佛看到了美好未来的曙光。然而，2024年7月3日，这个美梦被无情地打碎。投资者们惊恐地发现，往常按时公布的账户余额明细表突然消失了。他们急忙向银行查询，得到的答案却是晴天霹雳，账户里只剩下了可怜的8.6万元。仅仅1周后，7月10日，优策投资不得不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包括优策长实、优策长秀、优策月盈3号在内的11只产品的申赎业务。这个决定犹如一记重锤，将数百名投资者打入了绝望的深渊。当人们开始追查这12亿元的去向时，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浮出水面。从2019年3月到2024年6月21日的5年间，基金投资账户向存款账户总共汇入了惊人的61.6亿元。然而，同期从存款账户转出到基金投资账户的金额只有51.67亿元。这意味着有近10亿元的资金趋向成谜。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些存款账户还向3家鲜为人知的外部公司进行了转账。这3家公司分别是宝鸡凤凰岭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畅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宝鸡远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些公司与优策投资究竟有何关联？为什么会收到如此巨额的转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随着事件的发酵，优策投资与长安银行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优策投资声称是银行违规开通了网银，导致资金被转出。他们提供的一份协议存款合同显示，优策长实基金明确规定不得划入其他账户，且不开通网银。然而，长安银行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他们坚称是优策投资主动申请开通了企业网银，因此可以自由操作账户。这2种截然相反的说法，让整个事件蒙上了一层迷雾。谁在说谎？谁该为这12亿元的消失负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优策投资成立于2016年，短短几年内就积累了20至50亿元的管理规模，旗下有23只在管基金。这样一个快速成长的私募基金公司，为何会陷入如此窘境？另一方面，长安银行作为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竟然不具备基金托管资格。那么，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巨额的存款的？这些疑问
都指向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在这场悲剧中，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些将血汗钱交给优策投资的普通投资者。他们中有刚退休的老人，有准备买房的年轻人，还有为子女教育积蓄的父母。如今，他们的梦想随着这12亿元的蒸发而破灭。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存款消失案例，它揭示了中国金融体系深层次的问题。从监管漏洞到银行管理，从私募基金运作到投资者保护，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出严重的缺陷。而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类似的案例正在中国各地上演？还有多少普通人的血汗钱正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优策投资的12亿元存款消失事件并非孤立。近年来，中国各地频频爆出类似案件，让人不禁怀疑，这是否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常态？2022年，广西工商银行就曾发生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一位储户发现自己账户里的几个亿存款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当事人惊慌失措地找到银行，得到的回复却是让人哭笑不得，一位经理私自盗用了这笔钱。更可笑的是，银行和法院都认定这是个人行为，与银行无关，拒绝赔偿。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让人不禁怀疑，难道存款的安全已经成为一场赌博，全凭运气？同年，河南一位女士的遭遇更是令人心寒。她母亲和小姨在银行存入5万元现金，柜员信誓旦旦地表示钱已存入卡内。然而3个月后，他们去取钱时，却发现这5万元仿佛人间蒸发。更令人愤怒的是，银行竟然以内部监控只保存3个月为由，要求支付20万元才能恢复监控录像。这种近乎勒索的行为，让人不禁质疑，银行还是我们信赖的存钱机构吗？这些案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个别银行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从村镇小银行到省级大行，从几万元到几个亿，存款的消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常态。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想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中国人的钱还安全吗？要理解这些令人震惊的存款消失事件，我们必须深入剖析中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问题。表面上，中国的银行拥有庞大的资产，但实际情况却是钱荒严重。据统计，中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总额约为21万亿元，但真正可以动用的超额储备金仅有约3万亿元，占总存款的比例惊人的低，只有1%左右。这意味着银行仅仅用这1%的存款来应对日常的转账和取款需求。这种高风险的经营模式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更糟糕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大量发行债券。这些债券往往被强制分配给各大银行购买，进一步抽走了银行仅存的流动性。一位银行内部人士无奈地表示，我们就像是被迫喝下毒药的病人，明知道有害，却不得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为了维持运转，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措施，限制转账金额就是其中之一。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师指出，银行现在就像是在玩充气气球游戏，如果不小心控制，随时可能爆炸。这种流动性危机不仅影响了银行的日常运营，也直接威胁到了普通储户的利益。一位曾经历存款消失的储户痛心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存的钱就这样不翼而飞了。这让我们如何相信银行？如何规划未来？事实上，银行业的危机只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得大量收入，银行通过房贷实现利润增长，
普通民众则将房产视为最安全的投资。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循环正在崩溃。随着房价下跌，土地卖不出去，地方政府陷入了债务危机。一位地方财政官员无奈地表示，我们就像是在沙漠中寻找绿洲，明知道前方可能是海市蜃楼，却不得不继续前进。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中央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债券，而银行则被迫购买这些债券，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一位经济学家警告说，这就像是用汽油来灭火，看似在解决问题，实际上却在加剧危机。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普通民众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存款安全受到威胁，投资收益化为泡影，甚至连基本的转账都变得困难重重。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金融危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一位社会学专家指出，当人们连最基本的金融安全都无法保障时，社会的稳定就会受到严重威胁。